可以吗？我已经按了。大家好，欢迎收听双语跨步走，这是一个由教师专业精进社群所制作的 podcast。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记录我们自己的社群，乃至于台湾各地第一线双语教师的教学故事。好，嗨，大家好 ，I'm Ann，I'm Howard，I'm Jeffrey。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为什么今天会有三个人一起同时讲话？因为我们要聊一聊这个双语教师的英文检定的经验。然后其实因为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做一个双语老师的家科登记呢，就是你如果要真的有这个双语老师的证照，你其实需要通过，除了你要上六学分班通过之外，你还要有这个英文检定 B2 的程度的证书，好，你才可以拿到这个双语老师的家科登记。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老师虽然去上了学分班之后呢，但是可能在这个检定上面，也许都会多多少少碰到一些比较卡关的这个环节，这样，所以我们就今天要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准备过多益啊、全民英检啊，甚至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人考过这个剑桥的这个检定。那这些检定呢，就是很适合这些双语老师们去准备吗？那作为一个双语老师，我们真的需要达到 B2 的这个英文能力吗？这个 B2 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CEFR 的这个标准哈。然后如果是全民英检的话，就是 B1 大概就是全民英检中级，那中高级就是 B2 的程度。OK， 那我自己是考多益的，那Howard你是考哪一个？我3个都考过。哦，你3个都考过，就是在感觉经验丰富，考试过，但是没有 pass 这样。就是全民英检、多益，然后最近你去考了剑桥领司的测验，这样。好，那 Jeffrey 呢？我考过多益，那我有点好奇，就是3个考过，你最喜欢哪一个？都不喜欢啊，谁会喜欢做测验？当然是要比较一下，因为其实我就是有比较过，所以我后来才会觉得，就是我的 B2 要专注投入在哪一个考试上。如果说以有效率来说，我会选剑桥领司，因为它的时间超短的。是多短？因为你可能很烂，你就会瞬间结束。真的。好，那我要先解释吗？剑桥领司。好啊，你解释一下因为剑桥领司，我猜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啦。因为其实学生时代我们考的大部分都是全民英检，对，所以剑桥领司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我据说它是分成2个不同的，就是有什么商用跟生活的这样。对，好，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其实参加这个也是个意外，因为我参加一个计划，然后他就有补助我去考这个剑桥领司。那他补助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选择线上测验。所以他其实也有实体的测验，只是我不知道。然后我考的是他的线上测验，然后我考的项目是听读写跟什么意思啊？Sorry， 重新听读跟说。好，我没有写，没有考写，但听读说都有考。说这样子，对。那听读就是一项嘛，然后说是另外一项，这样。那我觉得它特别是因为它线上测验，然后它号称是说它会及时的透过你的回应，然后及时判断说你的难易度，所以你可能这一题你答不出来，你觉得很难，下一题还会变得好像白痴题这样子，就是再重新调整它的难易度，很酷然后瞬间可能15-20半小时之后你就结束了，所以它如果你很难，就是高深莫测，它可能要考越来越久这样，因为它要不断的精准的调整到你真的适合的程度的考题。但如果他发现第一题太难了啊，接下来变很简单啊，现在还是答不出来就变更简单啊，可能就结束了，因为你可能就是最烂的等级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拿不准，他也没有明说他到底多少分钟，他就请你大概留个90分钟考听读，但是我实际上我大概只考了，我觉得体感时间大概40几分钟就结束了，对，然后说大概也是半小时内就结束了，所以他就说他号称说他线上是他的出题方式是，他会依据你的回答的就是程度，然后他会在瞬间就是决定你下一题会给你更难或更简单的题目。啊，他主要就测出来说你到底应该在什么程度会考到这样子，对，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所以你说以最有效率来说，我会觉得剑桥领司蛮有效率的，因为我考过唯一一次多益，就觉得哇，真的是要死人100题很麻烦，真的不是人就是各100题这样，然后直接下去写完头都晕了这样。对啊，那我比较在意钱，那个要多少钱？
因为是我出啦，但是大概1000多。你是说考单项1000多单项，所以3项就3000多？就2项，因为它是听读一起啊。哦，1000多，听读1000多，然后说1000多，大概3000多这样子。哦，因为那个多益它的听读是1700嘛，然后说本身单项好像是2300，对啊，好贵欸。对，然后如果也不是我出来。我说假设自己要去考的话，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有一个心态，就是反正我去考，所以他们还可以领到补助啊。哦，就大家有计划的话，我跟 Jeffrey 考的时候是要考过才有补助报名费，但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学校申请了这个双语生活化计划，所以还是有补助，就是一定人次的报名费。对，可是因为我们2个已经考完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是自己自费的。然后像我本人就是某个项目，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分享，某个项目就是考了3次，所以我这前面2次都要自付这样子。是，确实很辛苦。好，所以如果回到效率这件事，推荐的话，我可能会想的是剑桥林斯。但是我就先说，但是我觉得对某个程度来说，我觉得剑桥林斯也很大一个致命伤，就是因为他因为他是线上的，所以他会要求说我必须要待在一个没有人的环境里面，因为他怕你就是作弊嘛。对，所以我要在我的电脑萤幕前加设一个前镜头，可以照到我自己。我还需要额外加另外一个镜头拍我的侧边，然后萤幕上可以显示出我的萤幕跟我旁边是没有人的，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他随时会有一个线上的人员在监看你说你有没有在作弊这样。那他还就是报名费那么便宜，我觉得还蛮划算的。问题是我真的手忙脚乱，因为我会做到一半，然后他跳出一个视窗说：“你的那个手机没有拍到你哦。”这样子，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我就要再去检查我的手机呢。我这边检查说为什么萤幕黑掉了，然后我再重新又再连线，重新再干嘛？所以从头到尾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到底是我的手机问题，还是我的网络连线问题，还是到底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因为那个线上也不会一直打扰你说你现在哪边怎么样，考试，因为我在考试。可是我当下真的好慌哦，就是我一边要照顾我的手机，一边在看我的那个镜头，一边我要回答听他说什么东西。太忙了，我觉得那还不如考这些实体的，所以还不如有一个实际的监考人员，不然真的是很难分析呢。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从头到尾在分析，在检查我的设备这件事情。然后还有遇到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就没有考过嘛，不知道。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因为多益的时候，你还记得考多益的口说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张白纸跟笔，你可以做笔记。对。然后我在考的时候才发现，对，有这个环节，因为他当下会说，请准备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痕迹的白纸。你知道我在我家考试，我临时要找出一张完全空白的白纸，真是难如登天嘞。我当时就只好离开座位，冲去那个翻箱倒柜，想说到底哪里有纸，哪里有纸。对，我生活中是没有用白纸的啦。我说的是整个考程都超级的焦虑的，我真的觉得还是不如选实体好了。这样还是付多一点钱好。对啊，就选实体，然后人离开家里这样子。我觉得是个蛮特别的经验啦。对，等一下你那时候考的是生活的还是商用？我考的是生活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准备商用的东西啊。哦，所以它其实就是即使3个项目考下来也才40分钟。对，但他意思说看程度，所以看程度啊。所以意思是如果你抢得很不错，就会一直下去的意思。maybe 啊，或者他如果他一直抓不准你到底程度在哪，如果你很难的又一下答对，一下又猜对，然后你很简单又错，你就高深莫测啊，所以他就只好一直延长你的考试期数啊。这个真的是太有趣的一个线上考试了，因为我自己考的是我们以前学生时代，我以前学生时代考的都是全民英检。对。但那时候后来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去修完学分班，他那时候是说有年限限制，就是你从修的那一年开始算起，你要在3年，我们那时候是一开始是3年内你就要考过 B2， 我真的觉得这非常的 crazy， 你知道吗？因为修课的时候大家都边工作，然后又边要应付修课上面的各种作业，对，然后 micro teaching 什么有的没的，然后交一大堆作业，看一大堆影片，这样一大堆心得报告。但你又要同时准备英文检定，所以我一开始非常天真，我以为他对我们会很好，意思是修完课之后的3年内考过。但我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是从修课那年开始算，所以我后来就紧急赶快准备这样子，就赶快准备这个前面的那个听读的部分。然后，但是神奇的就是，我本来想说那个部分真的超级可怕，因为我做考古题，不是做考古题，我那时候买了这个题本，就是那种10回的题本。
然后我在做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就是在时间内完成过。对，就是我计时发现根本都写不完。对，然后写不完就算了，就写不完，你既然已经写不完，然后前面的正确率又没有非常的高，所以以至于我在写的时候，我算起来其实都没有到 B2， 都是在边缘这样。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是还蛮习得无助的啦。对，但是我就是一直想办法，第一次就考过了。对，没有啦，怎么说那么多？不是，真的，那时候写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一次真的全部写完过，而且就是尤其是在听力的部分，为什么我觉得很困扰？是因为我觉得文法它多益的文法反而没有考很难，就是它就是一些蛮基本的文法，就你可能国中、高中蛮基本的文法，可是它的那个听力，因为它当时我一直很难辨认澳洲口音。我一直觉得那个澳洲口音让我很困扰，而且因为他们都只讲一遍，然后很快，所以他不仅要记性很佳，也要就是你有办法听遍。那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后来是怎么准备这个跟克服口音有关的啦。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练习到最后，我去考的时候，我其实听不太出来他们的口音差异了，就我其实蛮习惯的，我自己也不晓得。对，然后那次也是本来也是想说应该是写不完啦，但我那次去考试那一次。很神奇的就是我写完之后还有时间可以检查这样子，对，然后看一下 Jeffrey 的经验是不是有不一样这样。我刚刚就是在查阅其他资料，我刚刚对，因为刚刚 Teacher 也提到那个修毕年限啊，就是那个修完之后考过，他说他刚刚的印象中是那个开始修课，不过我刚刚查阅一下，应该都是修毕后了，对对，不管讲都是修毕课程后才开始算。哦，真的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给自己额外压力，反而考过了这样子。是，那也是非福喽，是吧？因为现在还又放宽变5年了。对对对，那我的准备历程就是一直做题目，对，就是有时间就可以做题目，因为我就觉得反正那个英文检定的相关资源就是在网络上真的蛮多的，只要你有心，就是永远找得到题目可以做。好，我分享一下比较具体的资源好了，就是我们当时候有买，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有一个社群，然后我们有请这个老师来帮我们上那个多益的听读的部分。好，那时候我们买的教材是老师建议，就 Live ABC 他们出的，好的那个多益的这个主要的这些什么有分主题的啊，分单元这样子，我们之后可以把链接放上这个 Podcast 的下面的介绍部分。那我一开始是看那一本，就是它就是用各种主题，比如医疗的主题啊，然后这个什么会计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的会用到的词啊，或者是生活上面或者什么各种，然后它反正就是分类，然后有主题。然后我一开始是读那一本，那后面有一些小小的测验可以写，就是少，但是可以当做复习。那我后来自己又买了一本多益常用的智慧，对，然后那本我已经送给 Howard 了，对，我就跟 Howard 说，等你考过之后再送给下一位这样子。对，我后来有读那本。接下来就像 Jeffrey 说的，但因为我不太习惯做网络上面的就是那种我不太习惯在网络上面这样看着萤幕作答，所以我后来是买了实体的那种10回题本，就是在博客来那种线上直接下单，然后厚厚的一大本这样，然后我就买那个，做完之后就跟着后面的详解一题一题订正。那我觉得详解订正对国中生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环节。那我自己觉得在我们自己成人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每一题的详解订正，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其实这样详细订正完几回之后，其实大家就可以抓到他的考试的这个，譬如说读的部分，就可以抓到他的这个文法的考点。好，当然 Live ABC 里面那本它也有前面也有告诉你说它的一些解题的技巧，那大家就是可以交互的这样对照看看这样。所以我的如果是就听读的部分，我大概准备就是这几个这样。所以就是一直反复的看啊，我 Live ABC 那本我后来看了3轮，因为呢我第一次报的时候，后来因为疫情它延期，那延期之后延到我不能考的时间，所以我那一次就没有报，但我前面已经有准备，所以我后来又再报了第2次，那一次我才有实际上去考试，所以我前面的单字书大概读了3次，那但是那个10回的这个模拟试题呢，我就是没有全数做完啦，但是就是我有做的，我基本上都有用详解订正。然后因为他其实也要就是画卡这样，所以我当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很比照考试的状态，就是他几分钟我就挑几分钟，然后我就实际上就是跟学校拿那不要的电脑画卡，我就实际上是真的这样作答。对，而且他好像是也是印象中是不能写到题本上面去吧，题本上不能做记号吧。
我考试的时候，我印象中题本上是不能做记号，大家可以再 check 一下，因为已经有一点经过了几年，对，有一点久了，已经没什么印象，所以这个大概是听读的部分。Jeffrey 还要补充吗？目前还好对，就是其实就是你就是恒心毅力足够，找到题目狂做，这就是那个学习心理学验证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次浏览取代一次精读嘛。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谢谢两位前辈，因为他们两个都考过了，那我本人还是没有考过，所以那本单字书还在我那边。因为就是 Howard 同学，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他的药师，可能是其他的，他的那单字书一直放在桌上，但他报名了之后，他才会在报名后要考试前一周才会跟我说，他都还没开始准备，所以他是属于这种 type 的这样。至少我是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有准备就去考试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实在是很不想浪费那个报名费，因为真的是很贵这样子，很贵，而且你没有考过你就没有。好，然后那个 Jeffrey，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多益？你为什么没有考全民英检？就纯粹只是就觉得，好像就是周遭的资源都是多益比较好找，我就考多益了。全民英检那时候没有列入我的考虑之中，但是我发现全民英检好像比较便宜。对，而且好像考试，多益的考试时间比较多，但全民英检比较便宜这样。那我那时候没有选全民英检，是我两边的题目我都买了。就纸本的我都买了，那我发现真的就像 Jeffrey 说的，多益的那个题库啊、相关知书啊，其实都多很多。那全民英检中高级、中级以下都很多，可是中高级以上我觉得就还蛮少。那我买回来做之后，我就发现它那个题目很像大学学测啊，还是指考那种题目，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不是我现在很想要精进的方向，因为我觉得那种很像大学联考的这种题目，对我来说好像少了一点实用跟生活的连结。全民英检的范围比较广，这样应该说它的考题的方式很像是大学的学测的那种考题，我的感觉啦。我当时大学学测是什么？就是我要怎么解释呢？就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多益的它的单字比较明确嘛，至少有个领域啊，商用领域啊，商用领域，而且就是蛮多可以跟你的实际的职场上职场生活可以做连结，但是我就不太想要走回那种比较学生时代的那种考试的那种考题的方向。学术性的，要说学术性吗？我觉得真的太难解释了，因为我们也不是英文专业领域，反正我就是感觉就很像我高三的时候在做那些题目，所以我就不太很想要再考那一种了。对，我想要就是更实际一点的，所以我后来才会选去考多益这样子。那刚刚都在分享听读的部分，但因为大家都有考过口说的经验，我们 Howard 可能考过一次，对不对？我考过2次。你考过2次，然后先请 Howard 来分享一下考口说，你是考哪个口说？我是先考多益的口说，然后再考6月的时候再考一次剑桥领事的口说，2次都有通过。通过 B2 了，通过 B2 都一次通过。他现在一定要强调一次通过这样子。好，那你可以比较一下有2个数字。第一次有准备，第一次很认真，跟我们的 Jeffrey 老师非常认真的准备。就是那时候，就是我的教练就是我们 Jeffrey 老师这样，所以他是就是我们就是从网络上载题嘛，然后我们就是有那个图片的描述啊，有什么情境的描述啊，然后我们就当下练习完，然后立刻重新检讨，说刚刚那一题应该怎么讲会更好。所以我们就是有点，我觉得土法炼钢嘛，就是真的拿出题目，然后一题一题的开始练习，然后练习完立刻检讨怎么样讲得更好，然后背一些句型，背一些单字，然后就一题一题考，大概考了 maybe 有maybe 快将近10次吧。Jeffrey 那时候自己考完了吗？忘了应该还没，那时候我们好久以前哦，对，都还没有考，所以等于就是我们就是考试前我们一起互相练习这样。就我讲完一次，然后他检讨完之后，换他自己再讲一次，但我没办法给他什么建议，对，因为他讲得很棒，对。所以也是就是去下载一些考题来练习，但是就是真的是实战了。因为我自己准备口说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候觉得比较困难的应该是写作。所以我会比较害怕写作的部分，但殊不知其实多益的写作比较简单，我觉得啦，我自己的这个体感觉，我觉得比较简单。然后我口说的时候，其实就是我1周前才开始准备这样，然后就没有像2位就是那么精实的在做实战。所以我第一次去考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我发现他那个时间好快就到了，就我可能那图片说明他可能
在那个他时间到会盯嘛，就像你去考其他的那些语言检定一样，他时间到会盯。然后我发现我才讲了2-3句话，他就盯了。对，就是我根本没有实战演练过，就是计时那个感觉，所以我就慢慢讲，然后思考了一下，先思考，然后再讲，然后后来根本就还没讲到重点，他就盯了。老师千万不行！你在听题目的时候就已经要开始思考你要讲什么东西。对，我那次就真的太大意，因为我就把我的重心先放在准备写上面，是。然后口说就是我想说平常上课都在讲了，然后也有这个，因为我们第8节有这个外事真人课，也都是这样子顺顺的讲，那应该口说应该是还好吧？但考试因为他真的是思考时间，就是他给你的反应时间真的很短，很短啦，所以几乎就是他一讲完题目，你就开始计时要讲话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策略可以弥补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的这种方式，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你真的实际上你每一个题型，你真的都计时下去，然后计时下去讲完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可以思考时间大概是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考试的小撇步，因为我反而觉得，如果你就是一直这样子求学上来，你在英文课上面其实都是还算有跟紧脚步，或者是算学的还 OK 的，好，不用到很顶尖啊。我觉得写应该不是在这个对我不是太大困难，因为它就是造句啊，然后写一篇短文。但是简单来说啊，就是他写还是有写的结构啦，就是你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写作，它会有一些譬如说它的这个破题的那个句子啊，然后下面可能会有你要去印证那个句子的主要句子的一些论证，就是可能这个结构还是要在，基本上就不会，我觉得分数应该就是不会太差啦。对，所以我当时就是重点放错，所以我考了第一次就好像差了20分吧，对，差了20分，然后我想说那差20分应该快了吧。然后我第2次就又赶快再报名了之后呢，又一直忙到最后一个礼拜，想说啊，糟糕，下礼拜要考试了，所以又开始临时抱佛脚。但这时候我就拿了 Jeffrey 借我的这个口说题本，因为他说他考过了，所以可以把口说题本借我练习。然后我就这样子啊，恶补。然后那一次去考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侃而谈啊。而且我讲语速变得超快哦。你的恶补是跟谁恶补？就跟自己恶补，就是我就这样念给谁听？念给自己听而已。念给自己听。对哦，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想到，因为我也是第2次考剑桥领事，因为我也是就是临时抱佛脚，我是真的在我4点要考试，我大概3点半开始练习吧。那我跟谁练习？我跟 AI 练习。那时候没有 AI， 我现在先必须讲一下，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准备第2次的时候是没有 AI 的状况下，所以那时候就是又时间很赶，然后 Jeffrey 大师跟这个豪尔2个人都考过，所以我就自己孤军奋战，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自己想象的压力山大。对，压力山，我就自己看着那个题本的参考答案，然后稍微就是解构一下，变成我可以把它背起来的部分。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背，然后硬把它塞进脑子里。重点就来了，就是但是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我就是因为我害怕那个铃响之后，我都还没讲完，所以我讲得非常快。然后噼里啪啦一直讲，然后到最后一题，我甚至觉得哇，这个题目我好能发挥，我就噼里啪啦一直讲，结果最后我差10分才会到 B2。然后我后来就回去思考到底问题出在哪。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觉得我自己应该可以考180分。好，我忘记那时候满分是多少？200嘛？对，200。对，满分200。然后我第1次考140，然后第2次我去考的时候，我觉得我这样子顺畅的程度应该可以180了。结果没想到考出来是150，就差了10分。然后我就回想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发现，我可能因为讲太快、讲太多，结果里面其实很多文法的错误被人家抓到。我觉得啦，因为我那时候写作的，我第1次考写作的时候的策略，其实是我就是要每一句话我写出去，我都确定它是正确的。然后所以其实我没有写到过多，也没有故意用比较复杂跟比较难的单字或句型。我就是确认我每一个句子写出来它都是完全正确，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第1次考出来是180分。对，所以我后来那个口说的策略，我就想说这次可能又搞错方向，就是我急着想要把所有话都讲出来，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就有很多文法上面的漏洞，然后或者是语义不够清楚的地方，然后等是你又噼啪讲一大堆，人家变成很多错可以抓这样。尤其是对就是可能是听检定考试的那些评分老师来说，就是那很多那错误可能会变得很刺耳，一下就听到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策略可能又错了。第3次就跟 Howard 说的一样，就是我那时候就把付费就买了 ChatGPT 04，那时候是04，然后我就付费了。那就是我就把所有的题目题型跟他多益给的参考题型跟答案，我就
喂给 ChatGPT， 然后请他就是依照这个方式，然后给我模拟的练习，这样就当我的 partner 这样。所以我就每天早上就是我都是清晨10分，然后就是在我家的客厅，然后跟 ChatGPT 对话这样子。对，就是这样练习，大概练了，我最后一次也是差有一点临时抱佛脚，但那次练比较久，练了3周。对，也是蛮久啊。对，我那次练习了3周，2周多还3周，就从暑假开始练，然后我是考暑假的7月中吧，所以大概2周半左右。然后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跟他练习这样，然后我也会请他给我这个 refine answer， 就是比较好的依据我自己的答案去做修正的答案。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啦，因为我就说我那时候临时抱佛脚练，但是我觉得就是先练那个语速，然后先练那个语感，然后大概怎么想。可是我觉得就是会练完之后，就会请他说，那集给我，如果怎么样修改会更好，他就会及时告诉你说这样讲更好，那你就可以仿照他的说法，就背下来那个句型之类的啦。所以我那时候虽然也是觉得，虽然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好像考前我这样快速的感觉一下考试的感觉，这样子就好像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啦。对啊，因为其实我后来那时候还会把他的 refine answer 都把它整理下来，然后把它印出来。那我就是自己复习的时候，我会再重新看过。那我觉得这样就还蛮扎实的。对，而且就是 Howard 那时候有跟我说，其实你可以想一套，当他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马上答出来的自己的一套答案。对，就是你先想好，然后才不会说你当下就是变成又要多花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所以即便我当时候遇到的第一次卡关遇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他给的那些题目问我说我赞成与否，对我来说2个都有好有坏，所以我就会想要2边都回答。可是实际上你的脑子根本就不允许在那么短的时间做这么及时的反应，所以我后来就是会告诉我自己，它就像一个辩论。那就即便我站在正方，即便我站在反方，不一定是我真心这样觉得，但是你就是要想得出一套论证。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先想好说他出了什么样的题目，我就要说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什么，然后我赞成的是什么什么，我喜欢哪一种，这样就你先把这个答案都想好。好，我们刚刚到简单很讨论了这个口说的一些策略，然后也讨论了这个听读的这些准备。那我们下一集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YouTube 上面有哪些 YouTuber 的这些资源呢，是非常好用的，在考试上面准备上面。然后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就实际教学现场，因为我们大家都去考过 B2 了，那实际教学现场做一个双语教学的老师，真的需要到 B2 的 level 吗？那如果有 B2 level， 它的好处跟这个缺点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下礼拜可以聊一聊这个部分。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咯，拜拜，拜拜，拜拜。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给我们5星好评哦。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拜拜，拜拜。